饥饿的野猪群疯狂地想要食物，即将要分娩的雌性野猪也是进行了提前的单独圈养，重新修复好农庄的水台，鱼塘也进行了彻底的清理，在山林中打造只属于个人的农庄，每一件事情都要亲力亲为。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的农庄即将会再次的迎来暴风雨，为了猪群能够安全的度过，自己会将野猪重新的归笼。经过一夜的时间，这些家伙早已饥渴难耐了，他们在追着熊哥想要食物。不过在正式的喂食之前，熊哥要先将这头很快就要分娩的雌性野猪进行单独的圈养，在让它提前做好心理准备的同时，也将正式的进入到细心照顾的环节。4只的野猪幼崽已经完美的融入到了其他的猪群之中，此时的它们已不再需要野猪妈妈的照顾，将猪圈的入口彻底的封死。因为争夺食物的原因，它们很可能会打扰到即将分娩的野猪妈妈。所有的野猪都围绕在了熊哥的身后，喂食的塑料桶被提到哪里，它们就会跟随到哪里，重新的将猪食槽放入猪圈之中。这是10只同时出生的野猪们目前所固定圈养的地方，熊哥会等到暴风雨后再次的将它们放出。当然还余下的这几只成年的个体，暂时就只能是继续的放养，自己第一处的老房子还可以供它们躲避和休息。这里还有一只混进来的小野猪，熊哥将它提了出去，猪食槽的位置并不够再多上一只，然而小家伙却是十分的锲而不舍，依靠着体型娇小的优势，他又顺着栅栏间的缝隙再次的爬了进来。无奈的熊哥也只能是让他一起进食，不过好在别的野猪并没有因为抢食而对他发起攻击。猪群的喂食已经结束，剩下的就是他们慵懒的休息时光了。然而就在熊哥来到水池边，想要简单的冲洗一下时，一只脚却是直接的将平台踩断。长期的浸泡已经使得毛猪完全的腐烂，看来又要进行重新的修理了，否则在往后进行猪食制作的时候，就很可能会有安全隐患。再次的出发，熊哥要去寻找修复搭建的材料。山林中的毛猪很多，为了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，熊哥决定先将这些已经倾倒的毛猪进行收集，如果材料不够，届时再进行重新的砍伐也不迟。简单的劈砍，这一小捆的数量应该已经足够。然而等到熊哥回到农庄后，却是发现又有一只杂交的野猪2代冲出了围栏。不过经过上次的越狱事件，自己已不再担心小家伙是不会独立离开农庄的。找来几根树干用作承重的支柱，先从中间将其一分为2，这样的高度刚好可以维持平台的位置水平。拆除老旧的平台，已经废弃了的这些毛竹还可以被用于制作猪食的柴火。为了让使用的时间更加长久，熊哥在原本立柱的中间又添加了一个，重新的更换上粗壮的横梁，以后即使毛竹再次的腐烂，也不会对整体的框架造成影响。1个多小时的连续劳作，全新的水井平台就已彻底的完成。最后只需要将水管重新的固定好，这处位置依然还是会为猪食的制作提供最大的便利。随着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又迎来了全新的工作，采割上一些新鲜的香蕉树叶。鱼塘的鱼群又到了该再次喂食的时候了。细细想来，在山林中喂养牲畜成本是真的低，芭蕉树可以无限的再生，无论是鱼群还是野猪群，却都可以用其作为食物。然而喂养出来的它们，却是可以给自己提供足够的收入，感觉可比辛辛苦苦的上班搬砖强多了。抱着一大捆的香蕉叶来到鱼塘边，水面上飘着的被鱼群吃剩下的叶茎已经遍布了鱼塘的四周，也是时候该清理一下了。将裤子脱下，平均不到1米的水深，熊哥可以直接的下水进行捕捞。这些叶茎已经储存了大概1个月的时间，而它们的数量也是决定了鱼群生长的快慢。水面的清理已经完毕，个头肥美的鱼群也是尽数的浮出了水面，它们在等待着新食物的投喂。如此密度的鱼群，很多老铁肯定会有是否缺氧的疑问，毕竟鱼塘的面积并不大。其实鱼塘中的水源一直是处于流动的状态，连通着山泉水的水管是不间断的补水，而在鱼塘内部的一角也是有不间断排水的管道设置。正所谓活水才能养好鱼，所以只要密度不是极高，就不会出现缺氧的情况。天空的乌云正在集聚，山林中的大树也被吹得东倒西歪，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征兆。虽然自己的农庄可能会再次的面临考验，但是这却是开垦菜园的最佳时机。集中的降雨会给土壤提供充足的水分，这是熊哥购买的土豆，已经发芽了的它们再去食用会对身体造成伤害。虽然自己从来都没有种植过，但是直接的丢掉却也不是熊哥的风格，自己要尝试着进行栽种，也许以后的农庄又会多出一种可以增加收入的渠道。重新的翻出一整块的土地，身后最开始种植下的蔬菜已经全都长出了幼苗。将田垄进行最后的规整，直接的用手掏出一个小坑，间隔出相同的距离，每一个坑中只需放入一个已经发芽的土豆。等到土豆种完，一整块地也刚好利用完毕。少许的浇灌上点山泉，只需让土壤湿润即可。一场大雨过后，所有的嫩芽都将会冲出土壤的束缚。距离天黑还有一些时间，暴风雨的来临，自己还要做上一些准备，搜集一些干燥的枯死树干，生火做饭都还需要木柴的支撑。
全部的劈砍成长短大致相同的短枝，尽数的堆放到炉灶的身旁。至少1个星期的时间，自己都不需要再进行重新的收集了。山风越来越大，乌云越聚越多，此次的暴风雨，熊哥的农庄又是否可以经得住考验呢？农庄的野猪再次迎来销售。身为曾经猪群颜值代表的他，是一只杂交的2代野猪，喂养了这么久，这是他回报自己的方式。然而他的售价又究竟是多少呢？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的拍摄设备得到了全新的升级，整片农庄的俯瞰视角非常清楚，拐角搭建好的牛棚也能完整的拍到，这里是属于自己的一整片山林。收拾好劳作所需的装备，今天的自己要去采收一些已经长成的芋头。现在的市场行情极好，穿过缓缓流淌的溪流，这一片是自己在去年的时候就种植下的芋头园，采收正式开始。它的果实几乎全部的生长于土层的上方，所以采收起来也十分的方便，只需用手轻轻的一掰，即可尽数的收获。芋头的品种分为很多，而熊哥栽种的这种却是其中最香的，不但淀粉的含量很高，并且口感也是极为的地道。况且这完全野生的环境以及原生态的土壤，更是有利于它们生长的天然条件。所以这样自然生长而出的芋头果实，基本都是细长的造型，而市场上所能看到的却基本都是圆圆的果实，品质的区别显而易见。此次的收割，熊哥并不会采收全部，还有一些自生而出的细小秧苗都还并未长成，他想留到明年。30多分钟的劳作，收获的数量已经差不多了。削割掉鲜嫩翠绿的枝叶，它们可以被当作猪群的食物。当然，果实的外表也需要清理，去除老的外皮和细小的根茎，才会更加的受顾客欢迎。只要是从自己手中销售出去的农牧产品，品质必须得到保障，这也是熊哥所有的东西都不愁销路的秘诀。芋头的整理已经结束，全部的装入袋中，自己会运送到山下进行零售，那样的价格会更高一点。顺手再将枝叶捆扎好，放入背部，将它们全部的切碎，猪群也能得到营养的补充。所有的重量压在双肩，自己还要步行2个多小时的山路，去到山下可以用于销售的地方。终于是快要到了，重新换好衣服的熊哥又再次的恢复了帅气。这是一处搭建在路道旁边，供路人休憩耐凉的竹屋。此次的熊哥就将销售的地点选择在了这里。来回赶工的路人很多，自己也很快的就迎来了第一位顾客，戴着草帽的人气村花。他刚从附近的山上劳作归来，熊哥高品质的芋头他很是喜欢。就在他挑选自己中意的个头时，一位途径的苗条村花也是被吸引了过来，当然还有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村花大妈。而等到这3个人买完，自己的芋头却已被销售出了大半，这足以见得自己的商品是多么的受欢迎。路过的2位大哥也按捺不住了，购买到了如此品质的芋头，相信回家后的老婆也会奖励一番吧。然而还未等到熊哥稍微的休息，最后一位光顾的大哥就已将剩余下的所有全部的包场。灿烂的笑容能看出来他很高兴。短短的10多分钟，所有的芋头都已销售一空，重新的打扫干净工人休憩的地方，自己还要趁着太阳落山之前赶回农庄。随着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的农庄也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，手中提着的铁笼已经告诉了我们一切，这是前来购买农庄野猪的商人，将其带到圈养的猪群旁。大哥要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一只。大哥此次前来购买的野猪是想回去自己进行饲养的，所以他一眼就相中了曾经身为猪群颜值担当的小白斑点花猪。虽然现在显得不是那么的好看，但是小时候的模样确实是颜值担当的实至名归。为了让大哥能够挑选到最为满意的一头，熊哥还是带着他参观了农庄中的每一只小野猪，并且也全都介绍得很详细。然而到了最后，大哥还是决定就要这头斑点猪，因为它是杂交的2代野猪，不但可以生长到足够大的体型，并且也兼具了野猪的优点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它的食物。对于饲养来说，它的性价比最高。为了让小家伙不受到任何的损伤，并保持活力，熊哥利用了食物的引诱，它会自己慢慢的走进铁笼。捕获已经成功，小家伙虽然有所反抗，但是好在并不算激烈。然而此时身为纯种野猪，并刚刚生完幼崽的野猪妈妈，却想要对这位陌生的面孔发起攻击。大哥也是连忙的后退，并大声的呵斥，才将其赶走。围绕在周边的野猪都很好奇，他们都在默默的注视着这个被关进了铁笼中的同类。也许这是最后的欢送吧。将小家伙抬到摩托旁，大哥要进行最后的交易环节了。熊哥简单的和大哥聊了一聊，说起喂养时需要注意的相关情况，并且也介绍了自己建立这整个农庄的过程。300万的越南盾，这是这头小花猪给自己带来的收入。接过所有的钱，开心的表情表明了熊哥对于这个价格很是满意。那么你觉得这样的价格是贵了还是便宜了呢？挖掘超过1米的狩猎深坑，几天的等待终于迎来猎物。狂躁的性格，富有极强的攻击性，这是自己农庄第一只狩猎到的野猪，也是熊哥从狩猎到完美驯化圈养的完整篇章。人们总说回忆是最美好的存在，今天的小编就将带领大家重新回顾一下
熊哥农庄中的野猪饲养是如何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。时间回到2022年的1月，从林中捕获到的长耳兔已经自生繁殖出了一窝，大雾笼罩着整片山林。熊哥背上竹篓，继续的前往周边寻找可利用的资源。毕竟那个时候农庄的建立才刚刚不久。熊哥此次的目的地是另外一处山头的野猪林，他曾经在那里发现过很多的野猪踪迹。茂密的山林很容易迷失方向，2个多小时的崎岖山路，熊哥已来到了野猪林的范围。刚刚被啃完不久的芦苇，从它的新鲜程度来看，最多只有1天的时间。灌木丛下的排泄物，从干湿的程度来看，这里就是它们经常的活动范围。果然，一处隐藏于干燥芦苇丛中的野猪巢穴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，这是它们进出的通道入口。熊哥需要爬进去以确定最新的情况。宽敞的空间、洞内的干湿程度，以及零散分布于巢穴地面上的覆盖，种种的迹象都在表明，这并不是一处废弃的巢穴。野猪群依然会时不时的回到此处，熊哥必须设法将其抓捕。如果可以成功的狩猎，那自己的农庄就将会迎来极大的发展。赶紧的赶回农庄，携带好必要的工具，熊哥再次的回到了这个地方。他要在进出巢穴的必经入口处挖掘出深坑，如此不但大大的增加了狩猎的成功率，并且还可以将其活捉。洛阳铲的持续挥舞，长宽足以困住一只野猪的坑洞，大小就已初具模型。然而等到深度达到半米的时候，土壤中却是发现了一种可以食用的植物根茎，雪白的肉质很是清脆，只不过它的数量太少。熊哥还不想再浪费额外的时间来对它进行挖掘，自己必须要赶在太阳落山之前来将狩猎所用的陷阱布置完成。说不定野猪就会在今天夜晚的时候回到这里。持续了近4个小时的深挖，此时的陷阱深度已经达到了熊哥的胸口，接近1米的高度已经足够。毕竟越南山林中的野猪和非洲大草原的野猪可是不同的品种，这里的体型并不会那样的巨大。简单的休息，稍微的补充一下体力，最后只需将伪装做好，整套的陷阱就可完成。劈砍上几棵小树，依据洞口的大小，再分别的截取出4段，接着再用带插的树枝对其进行分别的固定，在陷阱的顶端设计出如此的造型，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野猪跳出坑洞。圆滑的树干表面不会提供到充足的摩擦力，没有了发力的地方，自然也就减少了野猪可以逃脱的可能。然后再找上几根已经枯死干燥了的芦苇，只要稍微有点重量的猎物踩上去，都可以轻易的将其折断并掉落。最后再覆盖上细长的树叶，轻轻地撒上一层薄薄的泥土，为了掩盖住自己所留下的气味，再盖上周边已经完全腐烂的枯枝残叶，尽量的把自己翻动过的地方恢复到原始的状态。只有做好相对应的伪装，才能彻底的放松野猪的警惕。当然，只有这些还远远不够。熊哥又砍伐来了一些带有绿叶的灌木枝头，将其分别的插入在野猪巢穴的2边，可以更加的诱使野猪从陷阱上经过。接近1整天的设置，最为完美的伪装，熊哥也该回到农庄好好的睡上一觉，恢复体力了。随着浓雾的再次笼罩，陷阱的设置已来到了第2天，熊哥已迫不及待地前往查看了。然而等到来到了野猪的巢穴附近，之前设置好的一切却都没有任何被践踏或者毁坏的痕迹。看来昨天的夜里，野猪并未靠近这片区域。又是2天的等待，夜晚的暴雨应该已经将之前残留下的气味洗刷殆尽。再次的出发，熊哥发现了陷阱旁的异样，果然原先铺设于陷阱上的伪装已经被破坏，一只野猪也被困在了坑洞中，将所有的枝叶全部扒开。熊哥要将它从陷阱中捕捉出来，找来树皮反复的揉搓和编织，如此便可让其形成一条坚韧的绳索。毕竟想要彻底的征服野猪，捆住4肢尤为关键。尝试着下到洞底，然而野猪野性的本能防御却是着实的吓了自己一跳。经过几次的尝试，熊哥都未能如愿。毕竟是山林中的原生野猪，它撞击的力量和强劲的咬合力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如果野猪对自己发动了突然的袭击，断腿可能就是最坏的结果。熊哥蹲坐在了陷阱口，他想要寻找到更好的方法，才能将野猪完全的捕获。再次的尝试，坑洞的大小让他排除了其他的方式，自己只能硬着头皮下到洞底。然而野猪却是警觉的，观察着熊哥的一举一动，只要稍微的感觉到一点威胁，就会发出警告。整整1个多小时的周旋，熊哥终于是趁着野猪放松的间隙，捆住了这个小家伙的嘴巴。如此他也便没了攻击的手段，自己已经几乎耗费了全身的力气，稍微的休息。脖梗的坚硬鬃毛象征了他的野性，甚至已经都快要延伸到了尾巴。有了他的加入，自己的农庄就将会正式的开启野猪的饲养之路。再次的回到农庄，虽然自己已经浑身无力，然而熊哥却并不能就此休息，他要抓紧时间将之前搭建好的猪圈重新的维修好。
通体的木头材质，铁钉的夯入，足以对抗野猪的冲击。森林的天空已经完全的黑暗，鸡群也全都回到了休息的地方。将小家伙放入猪圈之中，小心翼翼地松开捆绑住嘴巴的皮绳，以后这里就将会是它长期生存的地方了。为了能够让野猪更快地适应环境，熊哥又采割一些新鲜的香蕉树叶。毕竟野猪也已1天没有进食，然而陌生的环境以及本能的驱使，使得小家伙一直小心翼翼。他可能会在完全确保安全的环境下才会吃上一点吧。新一天的来临，公鸡的啼鸣声唤醒了所有的牲畜，鸭群也在挖掘的鱼塘中享受着早晨的清凉。羊爸羊妈正带着自己已经快要成年的小羊进食着青草。采割上一根香蕉树干，熊哥要用美食来将刚刚捕获的野猪彻底的征服。精细的切割，尽量的将树干切碎，才能让猪食的口感更好。饲养的母鸡大军已经闻声赶来，此时的它们都处于产蛋的高峰期，所以熊哥先给它们进行了喂食。粗制的植物纤维配合上香喷喷的玉米粉，不论是鸡鸭还是大鹅，都将会得到充足的营养补充。猪食的制作也已完成，混合了大量的香蕉树碎末的它，深受黑猪的欢迎。这2只黑猪是熊哥从当地的村民手中购买的，它们可以长出硕大的体型，而自己也可以得到丰厚的收入。该轮到昨天捕捉到的小家伙，可口的美食就是自己驯化它的第一步。猪圈中的香蕉叶，野猪并未过多的进食，将猪食倒入盆中。1天1夜的饥饿还是促使它选择了靠近，然而小家伙却依然是小心翼翼，它并没有选择直接的进食。不过扑鼻的芳香，最终却还是让野猪彻底的沦陷。它尝试的吃了一口，果然还是顶不住。他已不在乎熊哥是否还在旁边了，大口的进食本能促使着他要填饱自己的肚子。吃饱又喝足，熊哥要进行驯化的第2步了，利用身体接触来逐步的建立起感情的联络。毕竟吃人的嘴短，拿人的手短。野猪害怕的躲在角落，它没有发起攻击。熊哥一点点的尝试着给它抓痒，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可以抵抗被抓痒的诱惑。小家伙已经慢慢的放松了警惕，以后的熊哥只需每天重复如此的操作，就可以彻底的将其驯化。再次的采割上一些新鲜的香蕉叶，糖衣炮弹的持续攻击连院长都能拿下，又何况是一只野猪呢？小家伙已不再警觉和胆怯，他开始了正常的进食。野猪的安顿已经结束，刚刚挖掘不久的鱼塘也需要照顾，依然还是香蕉叶。目前还为数不多的鱼群已经足够它们食用。再次的换上便利于行走的皮靴，熊哥要回到之前设置的陷阱旁。根据自己的经验，那里不可能只有一只野猪。如果自己想要野猪能够繁殖，那就必须要再抓住一只。再次的来到陷阱旁，按照之前的方法将陷阱重新的设置好，他要等待着下一个有缘猪的到来。刚刚挖掘好不久的鱼塘边都还未长出青草，又还有多少老铁记得这样的画面呢？随着月光躲避进云层，熊哥的农庄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了7天的时间。几捆翠绿的青草够羊群吃上一整天，而自己又马不停蹄地开启了全新的工作。等待陷阱再次出发的这段期间，牲畜的喂食几乎占据了自己的全部时间。小鸭子很喜欢吃自己切碎了的香蕉树干，混合上自己种植的玉米粉，1天1顿的喂食已经可以满足它们的食量了。然而对于黑猪来说，它们的喂食就要显得浪费了许多。狂野的进食风格总是会让猪食槽的旁边流得满地都是，这也是为什么后面熊哥毅然决然的选择将其卖掉的原因之一吧。几天的等待让熊哥已经捕获到了另外一头野猪，并且自己也是十足的幸运，因为第2只捕获的这头从它的体型来看已经是怀有了1个月的身孕了。他们在这几天的驯化中已经与自己建立起了很好的关系。熊哥的手不断的在猪食盆中搅弄，这也是消除隔离增加认同的方式，就像狗不护食也是相同的道理。持续的抚摸和抓痒，熊哥要将这种连接建立得更深，才意味着驯化的完成。经过这么长的时间，鸡妈妈也孵化出了属于自己的宝宝，它们还需要在母亲的羽翼下待上好几天的时间，才会开始接触自然。不过从2只野猪进食的情况来看，它们依然在提防，从它们时不时地盯住自己的眼神中就可以看得出来。等到2只野猪吃完，熊哥又给他们来了一套528的抓痒按摩套餐，2个小家伙也是舒服地闭上了眼睛。趁着这样的机会，熊哥再次地确定了一下怀有身孕的母猪的可能的分娩时间，他要做好提前的准备，来迎接农庄第1批诞生的野猪幼崽。将鸡妈妈已经孵化了的蛋壳取出，这样可以给鸡宝宝腾出温暖的空间。以上便是熊哥从捕捉到驯化、圈养野猪的全部过程，也是自己的农庄正式步入猪群饲养的开端。而这些片段又是否已从你的记忆中消失了呢？